黄金开始动了啊，那在4000点位的时候，我提醒过大家一下，可以开始观察了。这周的话，它出现了2天的连涨，上了4300，但是在这个位置的话，不要急着买。因为它有整理的需求，所以这个视频呢和大家主要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它技术面方面的分析，它的压力位、支撑位在哪里，哪些买点比较合算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它上涨的原因，那这一波上涨到底是一个短期的反弹，还是说它长期趋势开始了？第三呢，就是大家想买的话，哪些 ETF 比较好？大家好，我是新月，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我们先来看一下黄金的技术面，从月线上来看呢，它经历了一个29%近30%的跌幅，而且它的时间跨度有1、2、3、4、5、6近6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从月线上的均线可以看到，它还是发散向上的，所以长期趋势它没有破坏。再来看日线，日线的话呢，它在底部4000这个位置，然后经历了近2个月的盘整吧。现在的话，它已经上了50日均线，还有短期的2根均线，目前呢是压在100日均线下方，同时它在4360这个位置，4360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我给大家标一下吧，然后1次、2次、3次。4次加上这次5次，它是一个5次的压力和支撑位，所以这个位置挺关键的。从2025年开始到现在，如果说它在之后可以在4360这个位置，也是在100日均线下方进行了一个整理。等一下啊，换个颜色。它如果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整理，然后突破了这个压力位，同时站上100日均线的话，那个时候再进行布局，它的风险收益比会好很多。看一下黄金这周怎么突然就上涨了。第一个呢是周三的时候，也就是8月5号，它当天黄金上涨了4.13%，原因呢是这周出了ADP 的就业报告，新增就业人数是4.4万人，是远远低于预期的。如果参照前几个月的话，数量几乎是腰斩。然后周五的时候又出了正式的非农就业数据，原先预期会增加8万个人，但是那天出现的数据呢是减少了2万3，而且它又修正了之前的数据，可以看到每个月逐步下降，最终出现负数。那这2个数据一出来呢，之前因为油价上涨，市场预期可能会加息的这个情绪呢就反转了，现在认为说市场不太可能加息了，很有可能会降息了。美股嘛，炒的就是预期，所以降息预期一出来，然后美元就相应的下跌，从周三开始出现了一个连续下跌。那10年期美债其实也是同步回落的。那黄金它本身又是没有利息的，市场预期未来可能降息的时候呢，那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下降了，所以资金就会一部分流向黄金，这也是这波上涨主要的一个催化剂之一。除了这周的就业数据引起的这个降息预期的变化之外呢，其实黄金资金方面这周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那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的7月份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 ETF 在连续2个月资金流出之后呢，7月份它重新变成了净流入，整个月大概有30亿美元。那黄金 ETF 的持仓呢也增加了23吨，而且这个变化正好发生在黄金这2个月跌到4000附近横盘整理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号还是值得注意的，它至少说明黄金跌下来了以后，已经开始有一部分的资金重新回来配置了。当然光从这个数据来看呢，也不能说黄金接下来它一定会涨，对吧？但是它和这周的就业数据，而且和美元美债的收益率变化放在一起看的话呢，至少说明现在黄金的环境跟前2个月相比确实是发生变化了。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黄金之后的走势，它能不能再继续上涨，对吧？我觉得我们可以分3段来看啊，短期、中期、长期嘛。短期的话呢，它从4000涨到了4300，正好碰到了压力位，而且下周呢，美国这边还要出 CPI， 就是通胀数据，所以它之后1个星期出现一个震荡整理，我觉得还是蛮合理的。那正好把之前的涨幅消化一下，然后如果说它震荡整理完出现了一个突破，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点位。
至于中期呢，还是看数据。第一个呢，就是美国通胀数据，它不要太难看；还有之后美联储相应的态度也不要太鹰派最好是说，降息呢还是有可能性的啊。那这些结合了之后呢，对黄金就会出现一个利好，那它也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至于长期呢，我觉得黄金它逻辑没有太大变化，全球央行这几年购买黄金的意愿还在持续当中，黄金本身呢，它也承担着分散风险、对冲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作用。总我记得账户里面都是科技股吧？那我也看了最近几家机构的观点啊，像是瑞银、德意志还有世界黄金协会，整体它还是偏乐观的。年底的话，他们大多数看好的是4600到4800这段就是密集区间，到明年的话呢，蛮多是看好5000左右的。当然这些的话，我们都当它一个是参考意见吧，不用太当回事情。最主要的还是看它之后怎么走，它走出一步，那我们做一个对应的动作会比较好一点。最后，如果说想要配置黄金的话呢， ETF 是蛮方便的。那我这边选了几个 ETF， 我觉得还不错啊。第一个其实长持的话 IAU 不错，因为它费用低嘛，0.25%，基本上是跟黄金的走势是1:1的。那 GLD 的话，它其实跟 IAU 的走势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同的就是它的费用高一点，是0.4%。然后呢，它的交易量会更大一些。如果说你要做期权的话 ，GLD 就会比较好一些。但是 IAU 它如果想做期权的话，其实也够用了。还有第三个呢是 GDX， 它不是直接黄金的 ETF， 它是金矿的 ETF。好处呢就是它涨得快一点但是呢它的费用的话会更高一些。我们可以看它现在就是今年1年的一个收益的话，像IAU 跟 GLD 基本上差不多是22%的涨幅然后 GDX 的话就是44%的涨幅。但是你可以看它的跌幅，因为今年半年黄金基本上都是在下跌的嘛，跌了30%。那今年1年的就是 year to date， 从1月份到现在的话，那两个黄金的指数它下跌是6%左右。那 GDX 的话是13%，那基本上是他们的1倍的一个跌幅。如果说我们看长期的话，我们看一下长期长期的话其实它的变化就更小了我可以看10年的，那黄金的指数 IAU 也好 GLD 也好，它的收益都是在11%，那 GDX 的话只有10%，反而是弱于他们。所以如果说你不太想操心，就想在投资组合里面放一个黄金的话，其实这个就还不错那你如果说是想趁着黄金的一波上升趋势做一个短期的操作的话呢，那 GDX 的话它的爆发力会更强一些。最后总结一下，黄金呢它开始启动了，不过短期它有整理的需求，所以我自己的话呢会继续观察它下周的走势。如果说它趋势整理之后确认了，那我就可以考虑慢慢配置一点。那如果没有呢，就继续等着，反正市场每天都在，不用急着今天做决定。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呢，欢迎点赞订阅。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